女儿马上就要手术，父亲却从主刀医生身上闻到了酒味，但想到对方是著名的好医生，父亲便打消了心中的顾虑。可哪知手术刚进行10分钟，就有人抱着供血箱急匆匆地冲了进去，这让男人不由得担心起来。就在他手足无措之时，女儿被推出了手术室。安院长告诉他手术十分顺利，只要等麻醉时间过了，醒来后就能转到普通病房。男人提着的心这才放下，连连向院长鞠躬致谢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此以后女儿就再也没有醒来过。他曾多次来找院长理论，却一次次被拦在门外。 아니 근데 달아 내가 원장님을 꼭 만나야 된다니까. 보호자분 이제 나랑 얘기하면 된다니까. 내가 의료 배상 공제 담당자예요. 원장님이 보험 들어놓으셔서 보험금 다 나오면. 他根本不在乎赔偿金，他只想让女儿活生生陪着自己。院长到底对女孩做了什么？为什么一个简单微创手术就让女儿变成了植物人？之后他就把医院告上了法庭，可证据全都掌握在医院手里，只要医院不配合，他怎么可能会赢？果不其然，手术室的监控录像早已被格式化，而医院之前就有定期清除录像习惯，所以不能说是故意隐藏证据，并且医院的就诊记录也都全部合法合规。而他咬定的院长手术前喝酒事件，也因为根本拿不出证据，所以无法定性为医疗过失。看着昏迷的女儿，他以泪洗面。直到这天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摔倒在路边，地上的复仇小广告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于是他半信半疑地拨通了上面的电话。很快，小帅就驾着出租车赶来，这是一个正义的神秘组织，专门为弱势群体讨还公道。在得知事情的原委后，却让复仇小队犯了难。这件事无论怎么看，都是一起普通的医疗事故。经过了解，安院长风评出奇的好，不仅经常帮孤寡老人免费义诊，还给没钱看病的老人免费手术。经过媒体的不断宣扬，他成为了当地有名的慈善家。这样的人怎么会害人呢？就在复仇小队疑惑之时，院长在付车费时手抖得厉害，连信用卡都拿不住的人是怎么给病人做手术的？从查到的活动轨迹来看，院长从来没有去过酒馆，可手术前为什么会有酒味呢？于是复仇小队决定一查到底。小安熟练地侵入到医院的监控，可始终没有找到关于手术室的视频，关于女孩的所有文件夹都是空的。就在他们一筹莫展时，小帅假扮医生混进了手术室，可他刚拿出拍摄的眼镜，手术室内的警报就响了起来。小安立刻提示他，这里安装了防摄像装置，他只能赶忙躲进衣柜。就在安院长到处寻找摄像机时，小安侵入后台关掉了警报。有人认为是警报器出了问题，这才让小帅勉强躲了过去。这下小帅更加确定手术室有秘密。后来从女孩的父亲那里得知，这些防摄像装置都是在男人起诉医院后，害怕男人前来搜集证据才装的。既然站着进去行不通，小帅决定躺着进去。他假装车祸被顺利地推进了手术室。麻醉过后，院长摘下了他的眼镜放在了一旁。小安随即便开启了摄像眼镜。有了之前警报乱响的事，安院长还以为是警报再次出现了故障，于是手动关闭了警报。就在小帅被麻醉后，手术室的隔间里却走出了另外一位医生，然后院长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原来给患者做手术的并不是院长。虽然看到了手术室里的真相，可眼看被麻醉的小帅就要真的被开刀。关键时刻，手术室的电话响起，真正的病人催问，怎么还没人给自己动手术？直到这时，他们才知道搞错了病人。院长立刻返回，这时小帅才幸免于难。这次他们查清了手术室的秘密，可那个剃刀的医生是谁呢？小帅一路跟踪发现，原来他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科长，根本没有行医资格，但他的手术却多到日历都写不下了。原来科长为了让安院长买自己的医疗器械，赚取那不菲的提成，才替他完成手术的。而安院长每次在外面喝酒，都是刷的他的信用卡，这就是为什么查不到他去过酒馆的原因。在小帅的逼问下，孔科长说出了女孩手术的真相。他从来没学过医，安院长随便给了他几本书，手术方法都是在书上学的，所以手术出差错的概率很高，而女孩就是其中不幸的那一个。经调查，安院长4年前曾改过名字，并且他曾在乡下开过诊所，当时就是因为让人代替手术，被吊销了医师执照，还交了不少罚款。可半年后，他改了名字后洗白了自己，重新开了这间大医院。而他经常为孤寡老人义诊，也不单单是为了博个好名声。孤寡老人的手术费用政府都会全额报销，这些老人并不知道，他帮老人手术完后向政府申请资金就行。因此有好多老人根本就是一些小毛病，他都会在义诊时告知对方需要手术。那些老人得知医院不收1分钱，还都非常感激，慢慢就成全了他第一善人的美誉。至于那些手术发生意外的老人，还可以从社区申请一批丧葬费用。一系列的操作，安院长挣得盆满钵满。了解所有黑幕后，复仇小队决定送安院长一份大礼。就在他接受电视采访时，主持人郑重地感谢他捐出了医院的全部收入，搞得他一头雾水。但碍于媒体在场，只能强装镇定。原来是老崔冒充粉丝让他签名时，小安在后台复制了他的签名。等结束后，他想要追回捐款时，却发现为时已晚。更惊喜的是，调查组接到举报，他们医院重复使用一次性针头，于是对医院展开调查。
安院长没省过这些小钱，因此自信满满不会出问题。可当他看到一锅煮沸消毒的针头时，他惊掉了下巴。紧接着就是伪造麻醉剂数量。毫无意外，当打开麻醉剂储存柜时，虽然发现了麻醉剂，可都是过期了1年以上的药品。直到此时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是被算计。想要去查监控录像，可监控录像刚好被手下清除。本来是为了掩盖自己罪行，才让手下定期清除录像的行为，现在却害了自己。就在他还想跟调查组狡辩时，警察局的人又来了。어젯밤경찰에자수했습니다。最终，安院长的阴谋被公之于众，恶有恶报，天道好轮回。